这也不大老哈。这个玻璃心里边堆一些乱七八糟，你看看，跑一线跑成千手的，也不是很懂这个。这些要是我都要，你能便宜点吗？我挺喜欢这些铜花。你说一桶大了啊？这个不要，还没用。你看这一些一共给我2000块钱，是吧2000块钱，啊、到时候咱行里规矩哈，别来回找哈。哎呦，这个我懂，这个我懂，这个规矩我懂。讲一口，1800块钱。行，行吧，这也没什么家人先留着。还有一些瓷器的碗吧，这碗我一会儿我看一下啊。好。你点上，那1800。咱喝口水，慢慢看。不喝啊，俺还有事儿。你慢慢看看。不，俺还有事，俺先走了。典型的现代欣赏，这个没意义啊，几十块钱。这是一个老的铜符啊，晚清的。这些很多人可能都不懂，其实这写字的时候哈，哎，镇纸写那个，哎，蝇头小楷啊，在里边写字了，看吗？这都老的，完全民国的啊。要的价格相对来说还真不贵哈，有些时候一线吧能分很多东西。这都提梁湖的鼻儿啊，这种现在很多了哈。但这些都不是咱的目的，老烟在嘴了。然后这还是一个小铜镜哈，你别看这个年份还很小啊。这是一个小勺啊，断了没有用啊，这是别的没有用。最重要的东西在这里啊，当时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很多人呀根本就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啊，根本就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仔细看一下。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它有多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故宫博物院有陈列，这是当时啊，朱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洪武年间，大概是洪武20几年，我记不起来了。它有第5个。来看一下，大家一起欣赏。大名鼎鼎的山东德州大运河古玩城啊，其实摆摊啊真不容易。所谓夏练3伏，冬练3九啊，今天特别的热。热的我实在受不了。哎呦，毛病不小啊。是，
你看这，你看这乾隆这盘子那时候做的这个戏法，都有点特别。想找个全乎的这还不容易。这俩全乎，这俩都是全乎的，但是价也高啊。这个要多少钱呢？这价是高，不过是真好。对呀，还有那个大盘的那个漂亮。喜欢咱就商量，看看能给出多少钱。商量不了，太高了。说一句吧。1800。哪个？小的。1800有点太那啥，不靠谱了。你说。我说3500。3500我能少挣点。啊？你遇到不容易，我跟你说句大家话，兄弟，我这遇到都不容易，我这我淘腾来淘腾去，你知道我淘腾这一点毛病没有。买好货你别差这点钱，遇到这是孤品。孤品不敢说啊。我敢说。这个边上扎这个蓝料彩的少。对呀，这个就是你看啊，就它的器型和这器型不一样，但是它俩是一家货。我知道。没有，你再上别人家你再找去吧，全国可能你都找不着第二个。其实这个时候是那个光粉不分的那个时候，你看吧，这个花还有点光彩的。你看你太明白了，那你真是行家了。你要不我敢给你还价吗？要不谁敢一口给你还这么些？你说实在价钱，其实我相中了，你要不是你把我吓跑了，一般吧。我不能给你，哎妈呀！哎，就像你这常买货的，就这点钱还能给你吓跑？不是，我说你能同意吗？我说3800，你不同意？我不同意啊，2500。2500啊！你看我也没有利润，因为我淘来的不容易。你知道我这人吃马背的，到手就2000大多了，太能增值了。太高了，我要不着了家。今年买卖多难干，今年都往下落，哪有往上涨的？你再说个精品现在还是往上涨。你要说落，我说是土品，但是你就说这个东西你看不着，面子你绝对看不着。你卖几万块钱不成问题了，兄弟。好货你不容易。卖了吗？标吧，你不看那把，人家给你让了。卖了吗？不容易，你碰到货，哎呀妈呀！我跟你说，我们挣到钱的兄弟，我这搁这儿卖的不好。我刚弟你看吧，我这刚搁黑龙江过来的，我来趟。黑龙江来的。你听我的口音，你知道吗？是。黑龙江的茶壶，没有啊？人家保存到现在啊，这也是贵族人家用的，这可绝对不是老百姓人家用，人家是拿这东西当个玩意儿，特别爱护，你知道吗？这是雍正的。雍正粉彩是老厉害了，还有这种蓝彩，说不容易。你不用再看了，我买的时候我也很认真。老师，我给你。3000块钱其实是你的底线。你再给我加50。别闹了，姐，咱都说好了。我这是卖的，我这个心疼，我这是整不来了。问题是我真的是有点真舍不得。看着喜欢啥就来啊！我总看你，不可能，没想到能在这能见。是吧？眼光太厉害了。你那不是那个偷有心，你这是实战派，设立的也很。什么都玩，有幸。哎，好了，拜拜。拜拜。缘分啊！哎，缘分。整个它一个摊儿里，为什么那老姐姐不舍得卖呢？最好的一只，好在哪里呢？那我一说啊，大家就看明白。第一，花口看见了吗？它这个边儿啊是呈花瓣状的，有规律的花瓣状的。那个花口呢就比圆的做起来要难，要单独的出口，是不是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边上这个蓝啊，很多人以为是青花，其实不是，它是料彩。那料彩呢是珐琅彩的一种，更加名贵。边上这一群花饰呢，你看嘛，都是矾红描金。那么这呢又有一层的开窗连瓣纹啊，然后这边是眉纹，又用描金描的啊。整个盘心的内部呢，又用了各种的釉彩。好的东西的釉彩啊，给你感觉这个色阶特别的舒服的同时啊。它不会给你那种刺眼的感觉，它是一种宝光的内敛，而且呢，你看特别这种绿彩是通透的，带有莹润性的，而且
我不说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只有乾隆盛世才能做出这么好的精品。所谓康乾盛世之作，是最富有、最鼎盛的时候，所以他做的东西都是富丽堂皇的。咱再翻过来看啊，为什么说是盛世之作？讲究啊！底部这个黄并不是果实红，很多人会有个果实红，是那个时代啊，它上了一些护胎釉啊，就这么讲究，把胎再护起来，这样比如说烧制出来沾沙都少啊，更加的干净利落。那边上呢是芒口，芒口啊上边又进行了这个描的酱釉啊和涂的金水，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摆到家里，就跟大姐说，这不是一般人的东西，一品富贵，和和美美。乾隆彩绘、牡丹纹、花口、剑、蛇腰。还有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购买古董，如何去砍价？你像这个盘子的话，要18000，我给2000左右，就等于一刀砍出血来了，都砍到脚脖子了。为什么我敢去砍？那么我们讲价，其实说你心里得有个数啊，它到底价值多少？因为它实际价值的话，就是说你心里有个把握的时候，你去砍价呢，才能砍得下来啊。所以说呢，这个讲价是有技巧的，这个技巧是在你认知范围之内的，你知道它实际价值，应该这个能买到，那个人家他就，哎呦，这哥们儿行家呀，出的那价呢，还能给他有点利润，那这个怎么去掌握呢？还是说我们多多的逛，多多的看，多多的看小哥的视频，慢慢的就知道，哎，这个类型的大概多少钱，那么我们心里就有数了，不能乱砍哈，每一个你都砍到脚脖子，这样容易挨揍，知道吗？张老师，后来的讲解还一点都不理解。好，你像这一个的话，就是叫做蒜头饼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这个青花这个晕染，包括上面这个铁锈斑这不明显，它形成的其实这种是青花的聚集，并没有吃胎。其实这个都不用看底，这个东西就基本上就趴底的话还带着现在铝板，现在就不是以前的那种电饼，现在一种铝板，特别那时候有的会把它发出去，这还带着那种铝板。我教你一招最简单的，这大家记住这一点，有很多时候，如果说近几年好了，一个紫光灯可能我们都能看出一个端倪。紫光灯以前因为我们最早的现在基本上不是气好，我们会看衬线，其实紫光是能看出包浆来的。时间久了以后这上面有一种包浆，你洗都洗不掉，它会出现一种荧光。那这上面呢，全是怼光，你看不出来的，没有东西的我现在手头没有老的东西，老的一照的话，这个包浆是一片一片的。就说我只能用这种，这个也有，这不是这荧光的，这个都是你看，这不是沾的泡沫吗？这不是，你看，这不是这个吗？它会呈现一片一片，就是说就好比说人身上的灰似的。但这种是都经历几百年形成的，所以说这个是黄明代也是有些时候没办法。可以，没问题。没出去逛逛？没出去下雨，看看有喜欢的看看。行，看东西也没见多不好受来看。大屏不弄，修了哈。对，老手。我为什么有时候老弹，他们不理解？你听，一弹发闷，有的修的很好，看不出来。那这种老时候修的不好，发黄、发闷他要是说没修过的话，他那声音不一样。你听这声音，对，这声音，这耳朵这也修了，是。你这个声音也还行啊。我经常说，网友问我整天敲敲，我正好这会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再听听那个。听出来了吧？修的是这种翻闷哪怕有出线的，音儿也不一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咱们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听着，那个声音截然不一样。有喜欢的可以开一个，喜欢这木雕吧？我看看，看。洋芋罐多少钱？这要1万块钱啊！这还是我以前收藏的，现在都很贵了。
康熙的。最低多少？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经常来9000块钱不用再说。9000啊？不用再说了。本来就是想卖1万，现在康熙的东西多贵的，残器都很贵，这是完整的。康熙的凤凰毛。别人都要15000，给你保的实价。一个炉子别的地方都4、5万，上拍一个立件，都10多万的，还有20、30万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一敲很清脆的，一定就是全品，那我们还需要再检查。看一下，挺早期啊，咱说这个康熙啊，前后这个金皮亮釉，青花非常的深沉啊。老板说的没错啊，这种都是杀开门啊，有一说一。包括这个胎质啊，修的跟人那种一种力度特别硬，手头特别重。早期的器型啊都特别敦实，凤凰非常的有力啊，你都感觉跟那种战斗机的那种感觉啊，就感觉一下。中间一个大牡丹纹啊，那么凤凰呢寓意就是说，哎，吉祥。那么牡丹代表富贵，那就富贵吉祥的意思。那么这种都是陈设器，在那个年代非常好，难得这个还有盖儿，大部分其实都没盖儿，没盖儿的也不便宜，有盖儿的那就更好了。这个在很多节目里我们都看了，叫马未都马老人说，10块9缺块，没盖儿我也没辙，博物馆也没辙啊。有很多时候讲究的人呢就配一个红木盖儿，那倒不影响。那有盖儿的话那就尤为难得。就跟说那个汝窑似的，说有蟹爪纹者为真啊，无蟹爪纹者啊，那意思更好啊。那到底是有没有啊？那就取决于啊当时制作的工艺啊，能不能流传下来。我拿这边来。再让一口，老师。对，我说的价钱是给你价钱，比较实在的，现在都卖不了别的地方。这我个人收藏，原来收藏多少年了再收，你没往外拿，以前收的也不便宜，8000块钱，8000也不行，没给你要慌。你知道的，现在这老货生意很难干，没有什么利润。你就说个价，最低的。最低就9000，最低9000。哎，最低9000，你什么？你把这个秤杆子打给我。他不行，我收的都3位多。这个？哎，收你个本钱嘛，不给你加钱的。就2样一共9300。哎，9300，这给你的呀，给你的。哎，老板，你这赚大钱了！赚不了钱。估计你那时候收的应该不贵，是吧？便宜真不便宜。是不便宜吧？比现在也便宜。以前康熙都不便宜，真事儿。你看现在一康熙立件花骨几十万、40-50万买不着。是，这倒是真事儿。又是花饭哎，主要器型好，你一眼相中这个器型，还真不大常见这么大。当然那种高点的也有吧？对。哎，这种矮装的还少。行啊，都这么说了，我就拿着。这真是给你价钱。是，我知道。嗯。你是行家，我肯定回不了你，你明白人。这9300是吧？9300。还有好的吗？能往里拿？当时没有的，我再收着肯定给你留着。跑一线现在真不容易，有时候太远，老多地方，跑到江苏还到处转，收不着件东西，越老百姓越不好处了。现在。行。那我这给你转转。哎，你是姓刘来是吧？对，姓刘。我这转给我有微信。这是啊。好嘞，谢谢啊，谢谢刘开张兄弟。咱喝杯水。行，哎。谢谢兄弟，我开张啊。哎呦，虽然赚不到钱，现在老货他就这个样，没办法。是，为什么很多人说都选择做新货？你就往死里砍，他也能卖给你。那很多外行他又觉得说这个买的便宜，你真正的老货都是有本儿的呀。哎，你无论说从哪里收，它也有个行情。你这新货，你成本1800，你说你就要2万，人家给你砍2000，你也能卖。他就这么道理。哎，就这么道理。你反正做老货的很多都转行都卖新货去了，不够生气的。老货可能越来越少。哎，你诚心诚意的说加上点是吧？卖点老货，那客户不买单啊，那你觉得贵往死里砍，那你说咱不能赔着卖，慢慢放碰缘分呗，是吧？对，老货它永远升值啊。是，慢慢的都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其实有些时候，哎，玩收藏啊，就是同行之间一种乐趣吧。对，就买个东西放家里他高兴啊。对，漂亮。就是跟明白人不用多说话。是啊。什么不多说了，我们再转转。好嘞，得过来玩啊！我再转转。我有活动现在给你联系。行。慢点啊。盖儿里装着了是吧？在上。
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收到了一件传说中的康熙青花凤穿牡丹纹爱装的将军镯。康熙啊，金皮亮釉，一提到康熙啊，那么这个收藏爱好者那眉毛都立起来，漂亮，眼睛都瞪起来。这个将军镯固然好，但是今天又捡漏，捡漏捡在哪里？可能有内行的，我估计前边就看出来了。其实真正是为了这个漏显大，国宝级的木材，这么大的体量，少之又少。大家仔细看一下，我说了啊，木材有时候很难鉴别。那么单纯的我们看这上边都有这红木的味道，但是呢，我瞟了一眼，就说这个东西完全靠近。那么咱从这里就差不多能看出来，这就典型的黄花梨在没有抛光的时候，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铜箍的，铜箍正好掉了，完全的是黄花梨的那种纹理，而且上边呢有隐约的，离近的看隐约的麦穗纹啊。那么从这个表面的话哈，只剩下浓厚的包浆了啊，包括这长点的啊，它这种麦穗纹，这种包浆是完整传世的，非常难得的包浆。你想想啊，这么粗的啊一个黄花梨的棒寸，那在古代的它的级别是非常的高的啊，不是说随便的人就能用这个黄花梨去做一杆这么大的一个棒寸，所以说这种非常的稀有，可以说是收藏啊几十年都不一定遇到一个黄花梨木的，对，保存这么多年依然非常的温润，所以我当时我都有点抑制不住了，一眼我就看中这个。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收藏需要靠经验，需要持之以恒。所以说呢，你是说你有足够的知识量去支撑啊你对收藏的理解，那么我们才能捡到漏。有很多人是小学经常捡的，其实那时候交的学费也不少。很多人问小哥打过眼，怎么会没打过眼？我打眼的时候那时候还买不起录像机呢，所以说没办法。很多朋友说你录个打眼的视频，现在上哪去录去？不能说白的就买个假货，那就不合适了。所以这个是尤为难得。后面那个大哥也被吸引。看这秤杆子漂亮吗？这是那个以上的批发，这个我会好，是吧？嗯，这是真品吗？真品啊？真品。康熙的，康熙凤穿牡丹纹的青花将军镯，耳装的，釉水非常莹润。你也是从你家收的？是啊，是啊。你不下去转一转，咱能收到东西。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我抓你这个。好干的还干。人家那个酒把那个酒喝完再吃。好，这不懂来了。好，什么的嘛？黄花梨的。啊，说。你看你也在这儿。哎呀，老师你别拍我，你别拍我，没拍你。我知道你干这行的哈。没拍你。那个啥，你看那个，就是我老爷子吧，以前留了一些就是那种玉，然后我这啥也不懂的，家里人也没有懂的，你看这能不能给方便有时间的话，你过去给搂一眼？你远不远这边？不远，这就是跟前附近的。有块布嘛，我稍微放一下，因为这个玉。行，这就行。带回去，我看一下。前段时间吧，哎呀，这个就现在在自己手里留着吧，也不那个啥，然后就想的是，我到那个叫什么古玩店啊，看了，然后让人家给看了，然后人家收就给2万块钱。一堆啊！啊，您这给看看吧，看看是行不行，怎么样？老爷子那时候是干什么工作的？专业玩这个的？哎呀，他就喜欢这个啊！今年啊，这个疫情闹的，这个家里这个经济状况不太行，
老爷子绝对是个好人。咱也不懂这个呀，是吧？您这样，您开个价，我觉得能行的我就烧着。3万。您爱人或者是您妈妈这边，他到时候不会有意见吧？啊，他们知道吗？知道啊。哎，你不到时候我就是说我给拿走了，那时候啊，这个不合适是吧？行，我这个价过去啊，对，好嘞，过去了。哎，收到了啊。好嘞，谢谢。好嘞，那我就不多打扰了，那我先走了哈。好嘞，谢谢。好嘞。你慢点。那么又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玉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组成的一部分，季羡林曾经就说过啊，如果用一种物质贯穿整个中华文明的话，只有玉。因为我们在8000多年前就发现了啊，我们古人制作的玉，男女老少啊，无不爱玉。孔子说啊，玉五德，仁义智勇节，温润内敛，君子如玉。为什么古人有好多的玉佩呢？那第一呢，就是身份的象征；第二呢，你像这种玉坠的话，它攥在手里，人在紧张的时候啊，攥在手里有安全感。有人说呢，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其实往往就是如此。雕的一个什么呢？叫瓜瓞连绵，然后家族鼎盛，延绵不断之意。很多人问我啊，小哥，您玉是资料吗？古代的玉啊，大多不说100%也差不多啊，都是资料。因为古人啊，那个时候还不具备开山的能力，所以说古玉大部分都是河里捡的。而我们现在看资料的话，很多说带皮儿，其实有很多时候古人是不敲掉的，把皮儿都去了。所以说非常的好。那么这是明代的，那么明代的玉和清代的玉怎么区别呢？明代的玉的话，线条啊粗犷有力，简约而不简单；清代的呢更加繁缛啊，明代的呢更加厚重啊，各有各的美。那么到乾隆时期呢，到达鼎盛。那么这是一个明代的，您看这是多大的一个资料的一个书法件，难能可贵啊。那么接着讲这一块，这是明代的一个白玉的，叫直莲童子啊，那也是一个玉坠的手法件，非常难得哈。这上边呀有这种沁和天然的柳啊，这都正常的。咱们正常说人无完人，玉无无瑕。您看这个白的啊，这个感受，这个开脸，这种神态，它这种动态是现代人雕不出来的。现在都是机器工啊，电动工具。古人呀是拿砣具一点一点砣出来，往往雕一块玉需要2-3年，甚至更久。那真不是一般人的玩意儿啊，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才能够拥有的。这个也是非常漂亮。这个啊，上面写的您看啥？福如东海啊，上边是2个龙，非常的漂亮。这种就是长命锁性质的，一般啊孩子呀或者是达官贵人呀佩戴之用啊，光气特别的好。这是翡翠啊，这也是一个翡翠啊，上边雕的这边是和美啊，那就寓意和美如意啊。这是也是长命锁性质的，一般都是给孩子呀或者做嫁妆啊等，非常的漂亮。那这种都是满清时候的。再讲这个啊，这个大家能看明白吗？啊，我刚才说了明代的怎么样了？厚重啊，简约而不简单，厚重、简洁、大气啊，然后线条呢比较的犀利。葫芦，那葫芦的寓意大家都不言而喻了哈。福禄有余啊，这个能看出来吗？皮儿还没完全去掉，能看出资料的形状来。有很多如果这个皮儿打磨干净，你看不出是资料的。你想想，就现在这样一块资料啊，大概得多少钱？非常合适啊。那么这一个大家可能很多都没见过雕的龙头后边是一个八卦纹的。那这种相对来说就更为难得这是一块黄玉的玉佩，这个晚清时候非常难得，真的非常难得，雕工也非常好，莹润度也非常好。黄玉来说的话，相对比较少。玉环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袈裟环，就是高僧绑这个衣服的这个衣角的这个袈裟环。这是一个小兽兽嘛，就代表长寿之意。那么这个形状叫什么呢？叫犀。那么在这个《诗经》里就有解释说童子佩犀。其实这个犀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其实它是早先是具有功能性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解绳的。那么慢慢演变成呢，就是说就解开心结之意有这个寓意在里边。还有呢，就是帝王也是佩犀，犀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这个字就是说他不管什么东西迎刃而解变乱为治。你放到我们现在的寓意就是说你看它像刀子形状吧，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一路畅通的，带着它就是说路路亨通之意那么这上面有这种三角几何的这种类似折带纹，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
那么大家看看这种简洁的线条就知道了，这是明代的，尤为难得，漂亮之极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